亚洲最大的小区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不在北上广，而是在默默无闻的贵州。它占地面积6000多亩，是故宫面积的6倍。这就是位于贵州贵阳的花果园小区，投资近1000亿，常住人口55万人，相当于贵阳人口的1/10。有网友说它楼间巨窄，采光差，交通拥堵，是一个巨型贫民窟。今天我将去亲自探访这个庞大的小区。我刚到达花果园小区附近，就看到了一个令我瞠目结舌的场面。路边摆摊的套圈游戏，最高奖品居然是一辆50万元左右的宝马轿车。最夸张的是，摊主在摊位上摆了一辆真车。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个纸模，于是专门走到侧面拍摄，基本确认是真车。为了多角度确认，我又走到摊位背面，远远用长焦镜头偷拍那辆轿车。毕竟多轮拍摄容易被摊主盯上，这么有魄力和实力的摊主，有可能作风会很野蛮。如果他把我打一顿的话，我可能就要告别自媒体行业了。毕竟一次成功的碰瓷是可以发家致富的。贵阳花果园是亚洲最大的小区之一，位于贵阳市中心，是全国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，总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，总建筑面积1830万平方米，总投资1000亿元，涉及拆迁户数2万余户，拆迁人口10多万人。小区内有超200栋楼宇，以字母 A 到 X 划分区域，常住人口约50万，最高峰时接近55万，每天人流量达100万左右。其人口密度极高，相当于每10个贵阳人里就有1个住在花果园。花果园里面共有22个区，45层以上的高层楼就有130栋，比北京的天通苑还要大3倍。小区里还配备了中小学校、医院、公园等设施。很多去过的人都说，有时候串个门都会迷路，花果园实在太大了，堪称中国建筑规划中的一个奇迹。花果园像个巨型盲盒，能让买不起房的人圆进成梦，房租相对友好，但也存在楼间巨窄、采光差、交通拥堵、环境卫生处理压力大等问题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，同时也兼具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大型社区。因此有网友把花果园称作巨型贫民窟。但是当我亲身走进花果园，感觉这所谓贫民窟完全是无稽之谈。花果园小区的配套设施丰富，包含住宅、酒店、写字楼、大型商场、步行街等，还有16万平方米湿地生态公园、308米高的 IMAX 3D 巨幕影院等。有白宫这一特色地标建筑，旁边是高335米的双子塔，是贵阳天际线重要组成部分。花果园小区里面商铺林立，吃喝购物娱乐应有尽有，可以想象小区居民的生活会非常便利。这么繁华的地段，这么成熟的商业配套，可以算是中国城市生活社区的典型代表。我上网查了一下花果园小区的房价和租价，房价大约在每平方7000多元左右。租房的话，2室1厅租金通常在1350到2000元每月左右。同国内其他省会城市相比，花果园不论是房价还是租价都比较亲民，是普通人都能够承受的价位。在花果园片区有一个神奇的建筑，当地人都把它叫做白宫。白宫有许多神秘的民间传闻和传说，比如广泛流传着其造价高达27亿的说法，称其是由花果园开发商老板斥巨资打造，甚至有传闻说其实际价值已超100亿，这让它在人们眼中成为了奢华的象征。关于它的用途，有说法认为它是洪立成老板的私人房产，原用于私人会所，后迫于相关规定，名义上对外宣传是艺术中心，但基本不对外开放，也很少宣传，给人神秘之感。有传言称白宫保安严密，甚至夸张到连只鸟都飞不进内部，且无论白天夜晚都有人严防死守，而建筑内却常显得空无一人，与周边花果园小区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。关于内部构造，传说白宫内部设有自动人行道，因为房间众多，从一端走到另一端要很久，若保洁和保安谈恋爱都算是异地恋。还有说法称其藏品丰富，是一个私人博物馆，但这些都无法得到确切验证。我在网上查到一些还算证实的信息，贵阳白宫真名为花果园艺术中心，是贵阳花果园城市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位于中国第一大楼盘贵阳花果园，由贵州洪立成集团创始人肖春红打造，网传造价27亿，占地约6000平方米，
总高12层，有1352个房间，内部设有20余部电梯及200个停车位。建筑采用巴洛克风格，融合古典欧式元素，白色外墙搭配尖顶、雕花阳台、对称设计、穹顶、立柱等，整体恢宏大气、精美华丽，宛如欧洲中世纪的皇宫。这里曾作为萧春红的私人住宅，目前部分区域作为柏林惠珍选酒店使用，设有64间臻享套房和2座奢华宴会厅，还配备游泳池、水疗中心、健身会所、酒吧、酒廊和餐厅等设施。但建筑整体不对外开放，平时游客只能从外部观赏。因其独特的外观和奢华的气质，成为贵阳的网红打卡地。尤其是夜晚灯光亮起时，与周围的湿地公园、湖泊相映成趣，倒影在湖水中，形成梦幻般的视觉效果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拍照打卡。贵州在人们印象中是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。贵州的省会城市贵阳，在全国城市 GDP 排行榜中仅仅位列第56位，人均 GDP 方面更是排到了第74位。但如果把贵阳的城市面貌拿到国际上去比较，妥妥的大都会，能超越许多国家的首都。在花果园吃了一碗牛肉粉，带一颗卤蛋，还有免费的泡菜，价格12元。牛肉的分量足足有一小碟，明锅熬煮的牛骨汤，味道好极了。都这个年代了，还有穿扮非常体面的人跪在地上，用一眼假的理由求施舍。我想对这位朋友说，愿意相信和帮助你的都是善良的人。当这个社会中的善良都被恶意的欺骗所消磨殆尽，每个人都将付出沉重的成本。每个普通人都不容易，跪地乞讨者的身前不断穿梭着忙碌的外卖骑手。对比之下，外卖骑手们多么值得尊重，他们用劳动守护了自己的尊严。天色渐暗，今天旅行的最后一站是青云市集。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这么一条热闹非凡的街，明明都是千篇一律的商家、千篇一律的美食，但仍然能吸引水泄不通的游客。我很多时候都怀疑游客们是被自己的聚集所吸引，这种陌生地方的热闹氛围能冲淡内心的灰败失意、恐惧、悲伤、无聊和痛苦，这不正是旅行的意义吗？开始旅程的人，像跃出水面的海豚，离开生活海洋，随心翻腾，循着河流蜿蜒，去浓雾中的小镇，远方的人们，陌生的脸庞。对着异乡的我笑得怔怔，刚说你好，马上又挥手再见。风一样的相遇，有时却留下永恒。孤独的旅行走到疲惫，脚步却更轻盈，没有想过收获，却收获良多。安静的旅行走到远方，最终又回到最初，那些平凡的日子有光辉闪耀。这一盏灯，星光可以取暖无风起浪。闻着时光芬芳，看夕阳下的小城，骤降的大雨，忽然的彩虹。身在异乡的我笑得纯真，不想告别，却自然地说再见。风一样的旅行，在心中却是永恒。孤独的旅行走到疲惫，脚步却更轻盈，没有想过收获，却收获良多。安静的旅行走到远方，最终又回到最初，那些平凡的日子有光辉
会闪耀。孤独的旅行走到疲惫，脚步却更轻盈，没有想过收获，却收获良多。安静的旅行走到远方，最终又回到最初，那些平凡的日子有光辉闪耀，让生命